最近你是不是经常被这些创意视频刷爆了手机呢？以上这些画面都是使用360全景相机拍摄的。在这个全景拍摄井喷的年代，你肯定或多或少使用过、看过或者听说过它们。那么这么有意思的东西，到底哪个好用，值不值得购买呢？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好好巴拉巴拉。全景相机，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同时拍摄360度画面的相机。它的画面由前后2个摄像头拼接而成，而普通相机只能拍摄一个方向的固定视角的画面。如果你要同时拍摄2个不同方向的人的时候，传统方法只能这样。现在呢，你只需要一台全景相机放在中间位置，只需要一次拍摄，所有的画面都可以拍摄好了。全景相机的使用最大的难点在哪呢？360它是没有取景器的，后期剪辑语言它是不通的。在以往我们讨论全景相机的时候，大家只会关注一个品牌，也就是拥有全球70%市场份额的影视 Insta360。但是今年不一样了，它来了。大疆今年带着它的第一台全景相机 Osmo 360杀入了市场。现在呢，全新的360大战一触即发。住手！你们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住手！我现在手里的就是2025年现在市面规格最顶的、朋友圈最出圈的2台全景相机。老前辈影视 Insta360 X5 和今年刚开始发力全景相机的大疆 Osmo 360。首先 Osmo 这个方方正的造型其实还是挺可爱的，这个大小呢也很方便放口袋。但是呢，它的设计会非常影响拿取或者操作时对镜头的触碰，你需要非常小心的操作才不会留下指纹，两边都是。而这个方面呢，Insta360 X5 的造型设计更加符合人体工学，屏幕更大，使用和操作方面会更加像手机的感觉，没有上手的门槛。这里熟悉 Osmo 的用户一般都知道 ，Osmo 呢一般都喜欢数到3，第一代产品吧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小问题。然后是硬件对比 ，Osmo 360据说这次是针对了全景相机这个特殊的画面效果，设计了一款独特的方形1英寸大底的传感器。而且提供了更加专业的10比特视频拍摄规格，硬件方面属于规格拉满。但是其实 Insta360在几年前就使用过1英寸大小的传感器在他们的 One RS 上面，但是很多测试指出 One RS 的1英寸底的画面并没有现在 X5 的3芯片1.28分之1英寸的画质好，所以呢，这里我们需要直接来实拍测试一下他们的画面表现到底怎么样，我们一起来判断一下。现在左边的是 Insta360 X5， 在右边的是 Osmo 360。那么现在是用哪台相机在拍呢？对的，就是我现在身上的 Insta360 X4。今年天气还算可以，整个冬天奥克兰这边一直在下雨，所以很难得有机会可以出现晴天，可以出来拍一些东西。正好今天出来了，我就带大家去奥克兰这边的博物馆和 Winter Garden 去看一下。可以看到他们俩的画质是打得有来有回的，在眩光和逆光时 X5 的肤色表现更加亮眼。本来刚刚打算是去博物馆拍摄，但是博物馆今天不开门，现在呢只能去教堂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他们俩在暗光下的表现。我们可以看到暗光下 X5 的肤色表现也是非常的讨喜。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，我觉得 Insta360 X5 有一个新功能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最近升级的影调增强模式。它可以最大限度的还原更多的色彩和光影细节，
像跟我一样喜欢拍摄一些幕后花絮，然后或者旅行 vlog，可以直接使用直出的画面就已经很好看。如果你平时在意直出的画面，又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调色上面，我觉得这个功能应该可以帮到你。同时，因为全景相机的360度特色，所以更多的时候还需要各种的拼接，然后去自拍杆、防抖算法的加持，才能得到最完美的体验。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，Insta310X5在防抖和去自拍杆的算法上，还是有技术上积累的优势的。有一个问题，尤其是喜欢滑雪和骑行这些运动的朋友，很容易会碰到，就是镜头的磕碰问题。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安装这个镜头的保护镜？我平时是不会安装的。安装这个保护镜之后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上面的眩光和灰尘杂色会极大的影响画面的成像。所以当我的这台 Insta-X4 失手掉在地上的时候，镜头就直接出现了一道划痕。之后拍摄的画面都会有一道划痕的影响。在一些村子，比如说我们新西兰本地是没有维修的，所以我们只能跨越到其他国家去维修，而且这个维修的成本，可能还不如买一台新的。所以即便是可以顺利的维修，比如说我正好在一个拍摄工作中，或者身处不便利的郊外，这个问题就会变得非常麻烦，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的拍摄进度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了可以自行更换镜头的 X5，简直是 YYDS。因为镜头摔坏了，你可以自己非常容易的更换新的镜头，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。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全景相机和运动相机这个品类的刚需了。对于新手来说，上手全景相机最大问题就是拍摄的素材应该怎么剪辑、储存和分享。根据这几个关键点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两家各自的解决方案。在储存方面， Osmo 360自带 105G 的机内空间，对忘记带卡的临时备用，这个空间就是非常实用的。但是不是说你就不需要插内存卡了，因为一般 8K 30帧视频1分钟就有差不多1个 G 的大小，一般情况下机器一开机就是30分钟到1到2个小时，这100G 的空间是肯定不够的。相对相机自身的储存空间，影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，就是网络云储存、云剪辑、云共享功能。它在你充电的时候可以直接 WiFi 自动连接上传到云端，上传完成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云端剪辑和分享，不需要占用宝贵的手机内存空间。新的 Insta-X5 用户会有一个1年1个 T 的容量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良心的。但是呢，这里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网速慢或者急需出片的情况下，它就不太适用了，尤其像在我们这些网络速度非常落后的地方的人。说完了储存，我们来聊聊全景相机的分享。对于有一些不需要剪辑的，比如某些高光时刻的分享，直接点击相册的素材，找到精彩的瞬间位置，点击屏幕上的保存为实况 Live， 就可以直接发朋友圈动图了。两台机器的操作基本相同。如果你想要分享的是整个过程，这个时候也不需要后期剪辑，这点现在在 Insta360的云端非常方便，在云端相册找到视频，直接长按就可以网络链接分享整段视频给朋友。大家可以在这个链接里面直接旋转浏览整个完整的全景视频，这个属于演唱会什么的云玩家必备功能哈。而且呢，这个时候你甚至可以直接在链接里面保存 4K 视频到自己本地的手机，这一点作为远程合作视频制作非常有帮助。关于这一点嘛，大疆暂时还没有提供这个功能，希望之后可以继续完善。最后呢，全景相机最大的痛点就是后期制作了，因为视频制作80%的工作量全部压在了后期这里，在需要剪辑制作的视频这方面，各种功能优化和软件支持上的差别，他们还是蛮大的。影视这边，我觉得应该是听取了多年的用户反馈，不管是移动设备还是电脑端的软件，在细节和体验感上会更加好。各种 AI 创意库、模板特效，打开基本上就可以一键成片，而且渲染速度还贼快。然后我们再看看 Osmo 这边，这个是 Osmo 的360创意库，没了。好，看到这里，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了。大疆卷硬件，影视卷算法。如果你是大疆的全家桶，
Osmo 310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但如果你是全景的小白，想要一个更好的综合体验，我觉得 Insta 310 X5应该会更加适合你。当然，大疆的出手对于全景相机的发展也是非常积极的作用，它让大家多了一个选择，也多了一份期待。我觉得影石和大疆的下一代产品也应该会堆上更多的猛料，让我们来期待它的下一场 battle 吧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欢迎一键3连，我是 Huck， 拜拜。你好，好，我拿一个这个。好的，这边我扫你哦。笨蛋，还有笨蛋 ，Twinkle。